狐狸猫去小树蛙家里玩，小树蛙拿出了他的新玩具弹弓。狐狸猫眼神发亮地问小树蛙可不可以借他玩，但狐狸猫没有用过弹弓的经验。小树蛙教他，只要你把弹弓上的子弹与弹力绳一同往后拉，瞄准好目标物，松开手就会打中了。狐狸猫听从小树蛙的建议操作，但子弹却在碰到标靶前就落地了。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实验，拉开弹弓，但把弹力绳维持一个拉直状态。此时发射子弹后，很快就掉到地板。接着用力拉紧弹力绳到最紧绷的状态，发射出去的子弹会直直朝标靶前进。所以答案是 C。你答对了吗？小树蛙示范一次给狐狸猫看。狐狸猫看到小树蛙奋力地将弹力绳拉开，正中红心。狐狸猫投以羡慕的眼神，他觉得是自己出的力不够多。小树蛙好奇地问狐狸猫，你怎么知道我出的力比你自己出的力还要多？狐狸猫觉得小树蛙拉弹弓拉得非常专注，认为小树蛙一定出很多力。小树蛙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，接着又问，那你觉得我的弹力绳跟你的弹力绳有什么差异？这么一问，狐狸猫发现小树蛙的弹力绳拉的时候比较紧绷，自己的似乎比较松。小树蛙点点头说，没错，从物体形状的改变，我们可以察觉到有力的存在，或是子弹从原本的静止状态到弹力绳释放后射中红心，子弹的运动状态也改变了。而子弹在运动过程中会往下掉，子弹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而坠落至地面，我们称这个吸引力为重力。子弹受到弹力绳的弹力以及地球引力的这两种力，可以分为需要接触才有力的效应的接触力，以及不需接触物体的超距力。除了刚刚的弹力跟用手拉弹力绳的拉力，狐狸猫，你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以算接触力的吗？狐狸猫想了想，说，在超市需要用手推手推车的时候，而轮胎和地面也会产生摩擦力，让车子不好推，这两个都是接触力吧？小树蛙觉得狐狸猫举的这个例子很棒，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。会让两个磁铁的 N 极在互相碰触前就弹开的磁力，以及摩擦垫板后拿到头上就可以让头发竖起来的静电力，都是超距力。因为物体之间在碰触前就可以产生作用力，而游泳圈之所以能浮在水面上，则是因为浮力是由水提供的。游泳圈必须浸在水中，所以浮力是接触力，磁力和静电力是两个物体之间不需要接触就可以产生作用力，浮力是物体需浸泡在水中，所以是接触力。这题的答案是 B。 狐狸猫了解力的分类之后，好奇地问，我们会用公分表示长度，用公斤表示质量，那要怎么表示力的实际大小呢？小树蛙回答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科学家们定义了质量1公斤的物体在地球表面受到地球引力的大小为1公斤重，而质量为1公克的物体所受的引力大小则为1公克重，所以公斤重、公克重就是力的单位。狐狸猫接着又问，那我们要怎么测量力的大小呢？小树蛙表示，我们可以利用弹簧的形变来测量力的大小，将弹簧悬挂起来，此时弹簧受到重力的吸引，会微微的伸长，我们称它的长度为原始长度。接着我们将1公斤的砝码挂在弹簧下方，可以看到弹簧被拉长了，我们可以说弹簧受到1公斤重的外力作用而被拉长。接着将砝码移除，改用手拉到相同的位置，
就可以代表手施的力与砝码给弹簧的重力是相同的。狐狸猫于是问小树蛙：如果我要测的重量不是1公斤重，而是500克重的话，我每次都要拿刚好的砝码吗？小树蛙摇摇头表示：当然不是，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。你答对了吗？答案是 A。 操纵变音是依据实验需要，实验者能加以改变或调整的项目。这个实验的操纵变音是砝码的重量，应变变音即是实验结果，也就是弹簧最后的长度。而控制变音是实验中不能随意改变的因素。使用同一条弹簧，才能看出操纵变音跟应变变音的关系。小树蛙迅速将仪器架设完成后，对狐狸猫说：我们要先记录没有挂任何砝码时的弹簧原始长度，然后在弹簧底下每次增加10克的砝码，并测量弹簧的全长，共做5次。每次增加新砝码时，需要把原本的砝码取下，看弹簧有没有回到原本的长度。如果没有回到原本的长度，代表弹簧超过弹性限度。狐狸猫不知道什么是弹性限度，小树蛙解释：当弹簧受力过大的时候，弹簧发生永久形变，即使去除外力，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长度。举个例子，用力把橡皮筋拉断，它就再也没办法变回原本的形状。狐狸猫恍然大悟。小树蛙与狐狸猫做完实验后，一起绘制出弹簧全长与砝码重量的关系图。从图表看来，砝码重对弹簧全长的关系呈现正相关。小树蛙接着再把弹簧总长转成弹簧伸长量。狐狸猫惊讶地发现，砝码重量与伸长量一样呈现正相关。小树蛙点点头说：没错，科学家发现了这样的关系后，就把弹簧做成了弹簧秤，可以用来量测力的大小。我们就不用每次想量测一个力，就得拿一堆砝码慢慢测试了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力大致可以分为2类，第一类是接触力，需要与接触物体才能产生力的效应，如拉力、弹力。第二类是超距力，不需要接触物体就可以产生力的效应，例如重力、磁力、静电力。力的单位是公斤重和公克重。力的测量方法是，可利用弹簧秤在弹性限度下测量弹簧的伸长量。弹簧伸长量会与外力有成正比的关系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。如果今天使用手持弹簧秤，称量1公斤重物体时的伸长量是10公分，如果改用手将弹簧拉长5公分时，需要施多少力呢？